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包明。我们今天要说的话题是疫情尚未控制住，印度外长就叫嚣已经准备好同中国展开竞争。印度一边是疫情仍在肆虐，另一边呢却又迫不及待地向中国发起了挑战。5月20号，印度的外长苏杰生在英国媒体《金融时报》举办的一个论坛上扬言，印度已经准备好与中国在印太以及周边地区展开竞争。从他的发言看呢，印度完全没有吸取去年中印边境冲突的教训，还将责任完全推卸给中国，说是中国背离双方共识才导致冲突的爆发。苏杰森声称，中印关系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将朝着哪个方向发展，取决于中方是否会坚持共识。如果不解决边境纠纷，印度就没法与中方在其他领域合作。最后苏杰生还扬言，印度已经准备好与中国在印太地区乃至更广阔的地区展开竞争。作为印度的外长，在国内疫情如此严重，医疗资源严重短缺，急需外来援助的时刻，本应该集中精力，积极的协调外交资源，寻求国际合作，为印度渡过难关提供帮助。可是印度政府的官员们却在各种渠道忙着表态对抗中国，似乎是在告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要以为印度被疫情击垮了，印度身体没问题，已经准备好和中国斗了，你们一定要拉上我苏杰生的话反映出长期以来印度在对华关系上的两个误区：一是印度一直把自己定位为和中国平起平坐的竞争对手；二是认为只有先解决了与中国的边境问题，才能继续发展中印关系。今年1月28号，苏杰生在第13届全印度中国研究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了中印平行崛起的概念，还提出发展中印关系的先决条件是解决边境问题，这就很能说明问题。我们知道，一个国家要发展，首先要解决好自己的国内问题。比如说中国，我们就把主要矛盾定位为落后的生产力和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上面。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在外交上不挑头、不称霸、不惹事，在国内我们老老实实的干自己的事儿，是吧？加强治理能力，加强基础建设，发展教育，发展经济，采取的是韬光养晦、闷声发财的战略，连续抓住几个战略发展机遇期，才成就了我们中国今天的实力和地位。但是印度不是把精力集中在解决国内矛盾上面，而是不切实际地致力于同中国展开竞争，把自己定位为世界级的超级大国。这种与自身的实力严重相背离、打肿脸充胖子式的国家战略，让印度虚耗了有限的国力，错过了一次次的战略发展机遇。在处理边境争议问题上，印度也非常的失策。中国向来不认为边境争端是两国关系的全部内涵，不能因为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就不发展两国的关系了。中国在处理中俄、中日、中越以及南海问题上都采取了这种立场，因此在总体上没有因为领土争端而冲冠一怒，耽误自己的发展。如果我们在钓鱼岛的问题上没有各指争议的这个战略眼光，一味的在这个问题上钻牛角尖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充分的利用日本的资金和技术来发展自己，现在也不会以强大的实力实现对钓鱼岛海域的实际控制。印度把中印关系建立在解决边境问题的基础上，为此呢不惜抵制中国的资金、技术和商品，实际上是在抗拒中国为印度带来的发展机会。对于苏杰生印度已准备好和中国展开竞争的叫嚣，我们根本不必理会。印度风行的欺负弱小、以邻为壑的国家战略可以做我们的反面教材。印度最多也只能是在边境地区给我们制造一些麻烦，不仅形成不了威胁，反而刺激了中方大力加强中印方向战场基础设施建设，全面的改善边境地区的战场环境和条件，使得中方在边境地区的态势更加有利，条件更好，这对印度来说绝不是一个好消息。在整个亚太地区印度对中国构不成任何威胁。
印度以中国为竞争对手，不仅是高看自己找错了对手，还损失了自己难得的发展机遇。好，这句话就说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